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尤其是想起缩鸡爪的声，馋的都睡不着觉。但总害怕外面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决定自己在家做了。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感觉也不难，但干上发现是感觉的不准。那给我爪都干散架了，鸡爪子还很完整。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得快，我们试了一下，的确非常快。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用嘴能嗑2到3根，而且只要牙没缝，完整度还特别好。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多他们跟外面买的是一样的。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是肠胃，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那根本就回不去了。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在工具时代的时候，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但用嘴啃吧，看不见就那么地了。问题这是明储量灶啊！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自己啃自己的，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完寻活动活动，正好试试在唯品会新买的衣服。最近他们年终大促，满地羊毛可薅，搜狗送都贼划算。这双明星联名款到手才花几十，而且尺码不对还能喊顺丰上门换。夏天到了，这 T 恤啊、短裤啊都赶紧点评论区安排上呀。后来试完了，天都亮了，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实在整不动了，就决定给它卤。就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同了。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果，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鸡爪卤完了，正好早上9点半，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正好寻凉快凉快。等我出来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说好了个人啃个人的，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打包全给打串了，我当场心梗了。最近越来越热了，有点吃不进去饭。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今天买了50斤牛肉，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这个酱要想好吃啊，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但对于活驴来说，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你瞅这个爹，我都急死了，但我不敢催他。就他拿刀这个姿势，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完切肉没意思呀，就开直播来着。我爸那天也看了，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拉着我妈、我姑、我姑父就过来了。到这发现不是串，但羊入了虎口，我不可能让他们走。这盛世如我所愿呢，全家都让我摁着了，扒蒜的、扒花生的、切肉的，真是老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他还得靠父母。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也没让他们空手走，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完我爸说在家看直播那个手机太卡了，正好我前2天在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顺手给他了。我买才花1800，用的跟新的差不多，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他们还有认证的验机报告，7天不满意包退，完还免费保修1年。想换手机的赶紧去看看。然后切辣椒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怼坏好几个手套，手疼了好几天不说，3天没敢站着尿尿。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这活就继承给他了。但他的智商啊，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结果炒了4个小时。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那个感觉。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空口吃都贼香。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还有一大锅没盛呢，已经通知来求的人自己带盆了。完也告诉他们了，也备点信封啥的，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这回还只是少俩人，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我就说那意思。最近身边的小洋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买了不少黄桃和杨梅，打算给他们做点罐头。但是做的时候我发现用冻水果做的罐头果味都比较淡，而且吃着也没什么营养价值，好像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喝点凉的甜水。再一个每个人的症状和需求也不一样，有想止咳的，有想快速恢复味觉的，还有那纯馋的。所以为了照顾好每一只羊，我一气买了350斤水果。但是现在身边能动弹的好人就剩下我们仨了，这活干起来就特别有紧迫感。就我真怕人家都已经阳康了，出去吃上烧烤了，我仨还憨憨的搁这坐着扒葡萄皮呢。
因为是给病人做嘛，每一样水果我们处理的都非常细，就连这山楂的根和茎我都给切了。然后果冻橙我们扒成瓣之后，把里边这层皮也给扒了。砂糖橘我们也是每一瓣的丝儿都剥得非常干净。这活干的我就觉得他纯变态。就这俩活完全可以和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并称人间三大酷刑。这些水果我仨干了2天2夜，基本就没怎么合眼。我当时都觉得还不如阳了呢，因为要阳了起码有药能治。但这活我仨要再干半天，肯定马上就嘎。收拾完水果之后，我们就开始刷罐头瓶了。现在物流还没太恢复，买不着新罐头瓶，我就找了几个饭店要了点空瓶。完心高温消下毒，结果温度太高了，给手烫秃了皮。这一下让本不富裕的劳动力雪上加霜了。后来我们寻思先吃点好吃的，冷静冷静吧。我最近种草了这个诺凡金松露巧克力，这是纯可可脂做的，一共4个口味，口感都特别好，尤其是榛果的有很浓的坚果香味，抹茶的吃起来也很清新，夹心也好看。还有最近出的这个新年限定的可爱兔礼盒，打开里边还有2个红包呢，这氛围感可太好了，一下就过年的感觉了。然后为了让这罐头吃起来口感更好，我们测算了一下每种水果最佳的蒸煮时间，尤其注意了一下放糖的比例，因为我寻思现在没有味觉只是一时的，但要这会儿给自己吃出糖尿病来，那就是一辈子事儿啊。然后为了让罐头的果味能更浓一点，我还榨了好多鲜果汁兑里，完还剩点草莓，就都让我做成草莓冰点了。这酸酸甜甜的，再带点冰碴，这难受的时候来一口可真是太舒服了。然后这罐头蒸好之后再倒扣晾凉就可以了。这种自己做的罐头，因为只放了糖、水、水果，所以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真的和外面卖的罐头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算了一下，这一桌里边最便宜的一罐光成本还10来块钱。然后每一个来取罐头的人，我们都是无接触配送，并且做了非常严格的销售。我本来以为我能带着我的胰岛杠一起到2023年呢，结果不知道啥时候整上的，突然就烧了2天40度。这回行了，彻底踏实了，省得老惦记。没想到到底搂着茶几在家跨的年呢。哎呀妈呀，接个大活！我弟晚上要去店旅，我寻思给他带点饭吧，别出去吃那外卖了。而且他那几个小哥们，我们从小就在一起，都认识。我多炒俩菜就一起吃呗。别看我们就差1、2岁，但这么多年，我拿他们都当亲儿子带。先煮了碗奶茶，省了他们去买那个6、7块钱的破玩意儿，又做了2个下半夜吃的凉菜。因为头半宿这个饥渴我肯定是保不住了，后半夜要是饿了，可以抠点墙皮拌上我这个秘制蘸料，管咱也能垫吧垫吧呀。我怕米饭放凉了就硬了，就直接做了个焖饭。但是有个隔路的说牙疼，吃大米过敏，我做俩三明治，但穴位有点糊了。我嘱咐我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吃三明治。完，我炸地瓜片的时候，我就听后面吧唧吧唧的，我寻思这怎么的，家里招耗子了？我去！我说家里哪来这么多辣条啊？他说最近拼多多100亿补贴2周年，他在上面花1块钱就买了1整箱卫龙辣条，而且正品保真，假一赔10。链接我让他放评论区里了，好多东西有补贴，还能领取粉丝专属的补贴券呢。瞅他吃这么香，我这一桌好菜是要留了外人填的，是要。这个青椒炒肉和回锅肉就足以让我弟在今天晚上能挑选一个离空调最近的床铺，就更别说我这一道前老丈人祖传的广式焖牛肉，他集结了花生酱、腐乳汁、柱侯酱这3个王者，我还搞了点灵魂白萝卜。这一宿我弟要喝个饮料啥的，应该不用自己花钱了吧？来吧，吃香香了，辣焖、NC、回肉、马藕、焦肉、三只。广牛、口鸡，还有他这一裤兜子的味辣啊！打包就给他送走了。这家头一次见这个架势去上网的，可别给他当卖盒饭的，再不让他进呢。看看这小子给我留的这点剩菜，这是怕我往家领人啊！这是他临走问我好几遍去不去玩去，我说不去，我不玩那小孩玩的玩意儿。我等会儿换件衣服，出门洗澡去。快他妈玩散了！我之前不是说夏天不烤串不是正经东北人吗？然后我这串就连上了，2礼拜吃3顿，我感觉我这人好像不太正经。看看我昨天晚上熬夜整的小菜呗，枸杞粥黑鸭，高仿1比1，花毛一体，糖心茶叶蛋，冰冻柠檬茶。我怎么感觉这个坑像谁拿鞋底踩的呢？看看这几个爹都买啥串了啊？牛肉串、干肠、鸡翅、麻排、羊肉串、干豆腐卷、鸡脖子、大肥腰子和淀粉肠。这个出来烤串啊，我说2句。第一，你不是在家烤，你最好买那个现成的串，把这个黄金时间留给那个 Black Jack 不好吗？第二是交朋友，你尽量交那个皮糙肉厚的，因为这样的朋友洗吧洗吧还能反复使用。哎呦妈！拍视频，看没看着这样的爹就是能反复使用的哥们儿。下礼拜再烧烤咱们还扎他，不是还找他。第三是不管太阳多大棚多大，你吃到最后就发现大伙终究还是围着炉在那啃。这些爹从白天到黑夜，从他妈人间唠到宇宙，就是没人站起来问你那一句我帮你烤会儿啊。
没人问就没人问吧，反正烤串的也不是我。我们几个能凑一起坚持这么些年，就是因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处过多少个对象，聚会都不带女的啊，就是。哎，等会儿哥们儿，你这啥呀？